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变成癌症的发生率第一名呢？这样未免也太丢脸了吧？方医师常常给这些门诊的病人抽血 B12，常常都大于2000的，是对于那些有在吃 B12的人，我们不知道这到底因果关系是怎么样了。但是目前摆在眼前的现实就是血中 B12浓度超高，癌症发生率3到5倍，这就是一个事实的状况。到底因果关系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有这样的一个相关性，这个是不争的事实。这个上礼拜了哈，我们也分享了一个影片哈，讲维他命 B12，如果过量，大家听清楚哦，是过量哦哈，任何事情过量，好，你这个吃东西过量，吃什么东西过量都会有好处啊。所以我们题目是写说 B12过量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好。然后方医师不是特别去攻击什么 B12了哈，因为我们知道神经科还有很多内科都用很多 B12来帮助病人。那缺乏 B12啊，也会造成很多神经方面的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重点要听清楚，就是 B12过量，好，有可能会导致的坏处，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吧？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什么要卖一些其他的营养食品的网站。今天方医师这个平台哦，算是一个公益平台了，也不是为这个要来增加病人呐。方医师的门诊哦，常常都100个起跳啊。那外面的，你在外国的神经科哦，你知道在香港啊，要看神经科专科啊，预约时间是3年呐。那我们看门诊哦，都100个人起跳啊，但是政府只给我们哦80块台币啊。所以方医师常常礼拜一看门诊哈，从早上9点看到晚上8点呢，11个小时的时间，每个病人都是用秒的呢，所以没有理由哈，故意开一个自媒体，然后来增加病人之类的，好，或者说想要趁机去卖一些营养食品。我再强调一遍哈，这个平台是属于公益性的，提升台湾医疗文化的平台啊，大概就是这个目的。首先 B12哈，我为什么会讲 B12这个题目哈？其实我早就知道 B12这个偏高啊，是跟这个癌症的风险是有关的。好，那这个我也曾经被邀请了哈，到这个健保署啊，针对台湾的双 B 啊，台湾有一个双 B 的问题呢。第一个 B 就是 B 利 D 啊 ，B 利 D 就是镇静剂、安眠药的意思啊，这一类型的药物叫 B 利 D 啊。第二个 B 就是 B12 啊。所以我去这个健保署哈，就有一个题目叫台湾失速啊，失速就是失去控制、失速的双 B 啊 ，B 利 D 跟 B12啊。B 利 D 哈，镇静剂、安眠药哈，拼命吃，是台湾因为看病方便性哈所造成的过度治疗啊，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所以大家镇静剂吃太多，根据自己健保资料库看起来。好，你又说这个没有因果关系的，又是相关性的，我们就说相关性好了啦。自己的健保资料库哦，整体捞出来发现，吃1颗镇静剂是1.7到2倍的失智症，吃2颗镇静剂是3倍的失智症，吃3颗镇静剂是5倍的失智症。如果不吃或少吃以后，失智症几率会少一点。这个都是很多人去做流行病学的研究。然后结果就是相关性 ，OK， 好，科学就是有相关性，我没有说一定会怎样，但是有相关性，这样也了解吧？好，那第二个哈 B 哈就是 B12，台湾 B12的用量节节高升，民国100年就已经做过普查，说没有缺 B12了。结果这个台湾还是拼命吃也没有关系啦，因为大家都一直讲说这个东西没有上限，随便你吃到你开心都没有什么危险。有没有人都拿出一篇 paper 说 B12 吃到饱，然后血液浓度超高量不到，没有任何风险？有没有这种 paper？ 没有，大家自以为是啊。为什么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有上限？这些东西你可以说没有上限，随便吃越多越好。有这种宝贝吗？你随便找一个生理学的营养食品的那个标准，跟我讲说完全没有上限，给他吃100颗都不会怎样，好，越吃越好，身体什么都变健康了。没有人这样讲的嘛，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要持平的来看。那我会想要去讲这个题目哈，就是过年前我看到一篇 paper 啊，新闻也有报哦，就是药学杂志基本上就是药师统计的。那药师呢，在某家地区医院哈，他把 B12的病人哈的血液已经有抽血的，他们不晓得这些人是因为自己高起来的，还是因为他们自己去补充 B12高的，不管。就是有一群 B12浓度超高的，那一群呢 B12是正常的。然后呢，这些人他都找到了以后，他们去观察 B12的统计，他们有稍微排除掉很快就发现有癌症的病人，他们有排除掉，但是你不敢讲说是不是有一些已经躲在体内的癌症没有被发现的，这个谁都不知道。他们只观察1年，看到卫福部的癌症登记。结果啊，这一群超高的 B12的人，不管是自己高的还是吃 B12来的，我现在讲的是科学哦。结果那一群人是正常组的3倍得到癌症，好，这也是跟国外做的一样啊。国外英国做70几万人，丹麦可能不知道是30万还是50万人，这些都是够大规模的吧？那些 B12他们是大于1000呐，在台湾做是大于2000，量不到了啦，基本上这些大于1000的人他们说有排除掉吃 B12，我问你啦，几十万人怎么去排除掉，确定他都没有吃到 B12，所以这也是一句话带过了好，今天不管怎么样，英国是4.7倍啦，然后后来做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把各种研究收集起来，说2倍到5倍啦。当然还有一些人说，对这个没有因果关系，很难证明因果关系，只有相关性。我承认就是相关性，相关性也很重要啊。难道一件事情会让你有2倍到5倍的事情，难道相关性不重要吗？好，所以我看了这一篇药师的努力了之后，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跟各位做这个分享。当然做这些事情也是很有压力的哈。本来我们好好的分享神经心理的东西，既然讲到 B12，会踩到很多人的线啊，就好像这个会挡到很多人，或者很多人开药的习惯，那造成很多不舒服。但是我后来又看到一个资料，我就觉得非讲不可了，就是台湾的这个癌症发生率本来在亚洲是第2名韩国赢过我们南韩现在都进步了，南韩现在连生育率都赢过我们的。我们现在有2个第一赢南韩一个就是全世界最低的人口出生率还有亚洲癌症发生率第1名以前还有一个南韩给我们撑着嘞，现在南韩也都进步了，那真的是见鬼了，真的。所以方医师觉得说，我们持平的来看这个了那我来分享几件事情。有人说 B 群是水溶性的，但是 B 群里面的 B12基本上它就是会保存在肝脏里面。有一个网红讲说水溶性的，那个都是过时的啦，没有仔细去看医学资料。B12就是会保存在肝脏里面好几年，有人说2年到5年有人说3年到5年。总之呢，算年的啦。如果你吃其他的 B 群跟维他命 C 保留在体内算天的啦，好不好？然后基本上这个东西你只要2微克、3微克的东西，什么叫微克？就是1/1000的1/1000克，这样了解吧？这么低剂量的维他命 B12，我们只需要2到3微克，你每天都给它吃1500微克，这有道理吗？你今天如果真的抽血缺得很厉害，那些药是要给缺得很厉害的人吃的，不是来给你随便保养，给你吃几百倍的那种 B12的。那 B12是一个很宝贵的东西啦，它在身体里面就好像一个公司的总裁一样，它只决定2件事情，一个就是这个公司生产的产品产量要多少，第二个公司的财务的流动量要多少。所以以细胞来讲就是 DNA 要做多少，第二个就是细胞的能量要制造多少。所以 B12在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做得好。B12不够，这些事情做不到。那细胞没有 DNA 没有能量，当然会很惨所以缺乏 B12，方医师跟你讲，我神经科医师我怎么会不知道？
一定会有很多 B12 缺乏的症状。那 B12是从哪里来的？从肉类来的最多嘛。早期台湾那个时代，大家都在吃番薯的时候，当然哪有人在吃肉的啊？所以 B12 缺乏是很常见的吧 ？OK 啊。可是现在这年头，还有人说哦，我这个 B12真的缺乏的，好，然后你可以抽个血看看呐。那方医师也在门诊大量有人抽血啦，大概几1/10啦。你抽几十个人，甚至100个人才有一个说，你 B12缺乏嘞，这样知道吧？大部分都是超标啦。如果你今天这东西虽然很好哦，你不是说越多越好呢？你公司要决定要不要生产多少这个 DNA， 要不要多少能量，一个总裁就好了啦。你不要搞个10个总裁，你以为说B12是好东西呢？所以如果缺乏会很严重，所以我今天如果给他吃个10倍、100倍、几百倍，那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几百倍的好处？这种逻辑不晓得从哪里生出来的。大家身体是这样啊，中庸之道啦。那台湾的医生因为都很热血热情啊，一心一意都是要帮助病人的，这一点无可厚非啦，全部都是很热心热情的啦。拿着一点点薪水，想要做一些好事啊。那遇到病人的神经有毛病，比如说会麻，比如说这个神经不好退化，久痛不愈，那想要做点好事啊。病人的情绪不佳，没劲没力，这个很疲累疲倦，那这种东西他们都有一点莫名其妙看不懂嘛，因为他们没办法切入情绪，切入什么去看嘛。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用 B12说，来，我来用 B12看看对你有没有帮助。这个出发点都是良善的啊。然后呢 ，B12这时候就会大量给了，1500微克拼命给，出发点都是好的，我也可以理解啦。但有时候B12这件事情呢，它就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了。会出现什么问题呢？网络上大家都提到说，血液中 B12高，造成癌症风险高，不是 B12引起癌症的，是癌症造成 B12高的。好，这种讲法，方医师也可以接受其中之一的可能。真的癌症会引起 B12高，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啊。癌症是一个高度细胞复制的一个机制啊，它为了要赶快复制细胞，它需要做大量的 DNA， 这些 DNA 要能够做出来，有一个关键的步骤需要 B12的帮忙，所以 B12当作制造 DNA 必要的关键的辅助因子。癌细胞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很聪明的把 B12吸收或者是肝脏的释放，把它加速了，造成血液中 B12很高，然后他就去做这件坏事，制造很多细胞 ，B12都会被癌细胞拿来利用，来搞复制。所以在外国如果你抽血看到你 B12很高，但是你坚称说我完全没有吃任何 B 群 B12，这时候医生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可能有癌症哦，你身体 B12弄这么高，代表你 DNA 复制很多哦，要小心有没有癌症哦。有时候在台湾我也会看到这样的病人。我不好意思说出口，你知道吗？因为我怕吓到他。一个 B12高，我就说你可能有癌症，要去做全面的检查。好，那假设是 B12跟那个都会被癌症利用，我们为什么还要再推他一把呢？所以解决的方法是什么？不管怎么样，癌症会利用这些事情，我们就不要让他利用。我们要补充 B12的人只有一种人，就是 B12有缺乏的人。这样讲合情合理吧？也没有得罪谁啊。好，你不要说我没病强身哦，因为 B12本身是会被癌细胞利用的哦。一个50、60岁的人身上难道没有癌细胞的风险吗？那你既然癌细胞都懂得要用 B12，你干嘛要推他一把？我们今天只有一种要补充，就是血液中有缺乏 B12的人，那你抽个血嘛，抽个 B12可能也是200多块而已啊。你随时抽个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还有人每3个月抽一次的，难道不能够抽个 B12再补吗？这件事情有很夸张吗？你今天糖尿病的人，你可以说我不抽血糖，我光看你这个样子，我就是要给你吃这个糖尿病的药；我光看你这个样子，你就是要吃胆固醇的药，没有这种事情吧？那健保局会不会给付说你没有抽任何血，给你血糖的药跟胆固醇的药？当然不可能嘛！
可是我们台湾的健保署啊，竟然会给付没有抽 B12的人，然后高剂量的1500微克的，我们身体的几百倍的，然后去用健保给付那个 B12，然后也鼓励病人吃，或者是广告说随便吃，没有上限都可以。假设都没有我刚才讲那些流行病学，我也没意见啊。人家明明就有这些流行病学的资料，我们要加减听嘛，好不好？抽个 B12很恐怖、很危险吗？有吗？蛮危险的。OK， 就好像我们这个营养食品是这样，早期啊，在10几20年前吃抗氧化剂、维他命 C、维他命 E、胡萝卜素是显学呢，觉得说抗氧化很好吧，把自由基干掉了以为说就身体不会发炎了，事实上我们身体靠自由基在清洁一些垃圾啦，所以后来觉得这招也是过头了，不能够把所有的坏人都干掉啊。所以抗氧化剂、维他命 C 这些事情也比较没有那么热烈了啦，因为要保持一定的自由基来帮助我们身体的运作啦。所以一切的一切就是维持中庸之道啊，没有别的事情了，维持中庸之道，验个血再吃啊。那今天病人不管自己买的还是医生开的，也不要很恐慌啦。的确这只是相关性，没有因果性啊。那大家就是这个很担心的人去验个血，那验个血你也会有时候你如果真的很高，那个降低的速度是慢慢的啦，那也没有那么危险。那说实在，这个用科学的方法去面对这些事情，不需要意气之争，说一定要吃或一定不要吃，有缺的人就吃，没缺的人就不要吃，大概就是这么简单。那方医师呢讲这个题目啊，是受到很多因素啊。那因为我知道这个人家有一句话什么党人什么什么如杀人父母之类的，党人财路，党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我知道很多人并不是真的要什么财路不财路的，很多人其实是真心要帮助病人的，但是因为神经精神的东西比较难，所以才是我们今天开这个自媒体的目的嘛。我们从很多阶段切入神经精神的治疗，这时候就不会只沦为用维他命 B12的精神的治疗而已啊，这所谓的安慰剂效应的治疗啊。那你要用 B12，我不反对啊，验个血，有缺就补，没缺不补，这样很单纯吧？完全没有在那个过度的说明的哈。那网络上有一些观众的指教了哈，我稍微看一下哈，看有没有相关我可以补充的哈。哇，这个包山包海的哈，好，网络上有人提到哈，我快速的 review 过一遍，因为我刚刚都已经讲了哈，B12真的会导致癌症吗？没有，现在就是相关性，因为如果要讲导致癌症的，要去做更多的动物实验，给他喂很多 B12，看会不会变成癌症，那一类的实验呢，老实说没有人认真去做，只有从临床上的数据去观察到有相关性，好。那血液中 B12 浓度偏高，是因为吃太多 B12，还是身体本来就有癌症？这两种都有可能。因为癌细胞呢，的确有一个组群的人呢，他没有吃 B12，但是 B12 自动高起来的。方医师认为这是癌细胞搞出来的鬼，因为他们靠这一套呢来增加细胞复制的这个方法。然后，因为癌细胞很聪明的，它会做出各种有利于自己的事情。那如果这样，癌细胞都要做这件事情，你不但应该要阻止它，反而去补充它。那更何况我们一个人如果60几岁以上，很多人都容易有癌症的风险啊。根据大概的说明，比如说我们男性一辈子可能有1/3的人会得癌症啊。那基本上这样子的风险之下，你还拼了命给他 B12，你不是助癌细胞如果有的话一臂之力吗？B12浓度是因为癌细胞本来就需要大量 B12来生长，的确是这样啊。所以 B12浓度高可能是癌细胞搞出来的。有研究显示，吸烟的男性如果每天补充1000微克，会增加癌症的风险。那其他族群也会有相同的风险嘛？你可以这样想啊，那些抽烟的人啊，他肺部啊已经有纤维化了，然后他因为被这个抽烟所害啊。它的那个肺黏膜它必须要不断的更新，所以更新的速度很快。然后再加上你 B12的刺激，这个过度的复制细胞就容易有错误，然后引发癌症。
这大概是这个过程，这样大家理解吧？所以吸烟本身就可以造成肺癌的一个风险，细胞过度的复制，再加 B12的推波助澜，继续增加风险。B12是否只有癌症的标志，而不是癌症的成因？对啊，它就是一个标志啊。好，事情就是这样，出现一个标志，好，不是它害的，但是它会出现。B12的代谢跟储存，好，这个类型问题说，医生说 B12不能排出体外，但我查到 B12是水溶性的，好，你不知道是查哪里的。B 群是水溶性的 ，B 群里面有各式各样的 B、B1、B2、B9、B6 都水溶性的，但是 B12会保留在肝脏 ，OK。B12 主要储存在肝脏，如果肝发炎，好，会升高，的确是会。补充 B12的话，血液中检测 B12的浓度是真正有用的 B12，还是在累积在体内没有被吸收的 B12？这问题也是问得很巧啊，哈，就说你吃进去，然后在血液里面呈现，然后它就代表是只有在血液里面不会做坏事的，还是说真的会拿去做坏事的？你可能是这个意思啊，哈，分不出来，都有可能。你吃进去呢？我们身体啊，会把它当作是宝贝，然后就存起来，存。如果你身体有癌细胞，你刚好助它一臂之力。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好，C 大类的问题，特定族群的 B12有没有补充的建议？好，比如说吃素的人，因为不吃肉 ，B12会缺乏嘛？因为 B12不只有从那个肉来啊，有些坚果类什么都还是有 B12，你可以去抽血，哦。方医师的回答，一律就去抽血。未来开刀之后容易贫血，医生会开 B12补充，可以去抽血，不够就是不够，够就是够 ，OK？ 有人说 B12缺乏会影响肝脏排毒跟胃酸分泌，这是真的吗 ？B12缺乏哦，身体没有能量，细胞不能复制，贵州拍了啦，这样了解吧？什么病都会。从中枢神经全部都会，所以你真的担心有没有关系？去抽血。有人得到带状疱疹，医生建议高剂量 B12来减少神经痛，没有用，心理治疗 ，OK？ 有人把 B12当作助眠补充，每天睡前吃，有没有用？没有用，心理治疗。哎，日本的 B12补充量跟癌症率，日本 B12摄取量高，但癌症率低。好。日本癌症比例比台湾低啊，但是他们 B12补充品很多。日本有2种阿利达命啊，一个叫阿利达命 F50啊，它是不含 B12的 ，F50不含 B12的，那就 B1 跟 B2 而已。那台湾有一个叫 B Complex 哦，它的维他命 B12是20几微克啊，我们需要2到3嘛，它20几微克也还可以，几倍的量。但是呢，其他的你看到的，包含阿利达命 Plus、X Plus 是1500微克，哎，没有，我去查过了，也有1500的。所以呢，你今天不管你打开后面的标示，米可宝、Kentamin、阿利达命 X Plus 这些含高剂量的 B12的，从500到1500，各位要吃这么高剂量的 B12的前提就是。你已经抽血确定你 B12有缺乏，才需要吃这么高剂量的。好，那他说有2种维他命 B12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在体内都会被代谢，然后拿来可以用的东西，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产品，都会变成可以用的。如果不想摄取太多 B12，又需要补充 B 群，该怎么办？那你就吃阿利达命 F50啊 ，B1、B2 就好了啊。B1、B2 那一种就是做所有的杂事。体内你知道吗？几千个代谢反应，所有的杂事都是 B1、B2 做的。这2个呢，比较不会说没有人讲会引起什么癌症，因为它是做杂事的。真正老大的呢就是 B12，好，那 B6也算是一个老大哦。好，那这些东西你去补 B1、B2 怎么补？维他命 C 怎么补都没有关系。B12与叶酸有什么关系？叶酸就是 B9啦。好 ，B9 呢也是做很多杂事的。然后 B1、B2 做很多杂事的，但是 B12就只做关键事的，好，所以如果你有没有担心叶酸会缺乏，就是去抽血。方医师一直讲抽血有抽5个血啊，5种营养素的血。第一个就是叶酸，第2个就是 B12，第3个是铁蛋白哦，第4个就是锌，
金属的锌，第5个就是维他命 D3， 25OH-D3，这5个营养抽完了，缺什么补什么，这样了解吧？5个营养搞定，你身体自然而然很多事情都搞定了。好，最后 F 的问题。B12对神经修复有没有帮助？如果你有缺乏，那真的有帮助；如果你没有缺乏，根本没有帮助。锦上添花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B12真的能帮助神经修复吗？精神上是可以，但是如果你有缺乏，是真的可以，还是只是短暂提升能量，实际效果有限。你没有缺乏的，你再补也没有用。你应该好好的、认真的去了解神经的机制，好。生活形态跟 B12癌症的关系，那些 B12浓度高的人会不会本来就是因为压力大、熬夜、三高、糖尿病问题，所以才使癌症风险变高？一个人在煎熬的时候，身体的细胞拼命的帮你复制，好一天当2天用，然后过度复制的结果容易出错误，然后就会得到癌症。所以方医师讲过的日子就是要慢慢的。然后呢，多多少少的，然后这样子呢，细胞复制不要太快的，比较不会得癌症。好如果得癌症呢，它就利用 B12来增加它细胞的复制，这是当然的啊，这是因果是结合在一起，互为因果的啊。台湾癌症发生率高，会不会主要是因为空污、食品添加或工作压力，而不是 B12的问题？我觉得是压力的，因为我们每天过得惊涛骇浪的，突然觉得说。现在立法院要搞我们什么事情呢？阿共会不会明天就要打过来的？房价这么高怎么办？所以呢，每天在这些压力之下，怎么可能不得癌症呢？精神上都受到很大的压力的啊。B12过高的人是否通常因为工作压力大、工时长，而不是单纯因为补充 B12？这样是把问题搞错了，可能是搞错了，但是我们不要搞得更错了，好不好？所以呢，事情尽量简单化，我们身体采取中庸之道了，缺什么补什么，不能贪心啊。好，那以上呢，大概就是今天所有的问题。好，因为今天方医师呢，因为有吃了早餐的关系，能量满满，所以多讲了一些。好，我们从这个情绪症的好处，好，一直讲到观众的问题，一直讲到 B12。好 ，B12这件事情呢，大家也不要觉得很有压力的。因为我觉得病人跟医生还有可能厂商们都很有压力，大家平心静气的，用科学解决问题，有缺就补。你今天不会因为你没有糖尿病去吃糖尿病的药吧？你会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这么单纯的事情，你干嘛会想太多呢？有缺就补嘛。哪有一个生理参数告诉我说，我吃100倍、200倍的剂量？不会有问题的。如果我预告一个题目了预告一个题目，之前有一个新闻说吃维他命 D3会得失智症然后那就是因为那个研究中央研究院做的台湾做的他们去做流行病学的检查，发现吃那种活性 D3不是我们平常在外面买的营养型那叫非活性的营养型的 D3，吃那种活性 D3， 活性 D3的作用很强的可能是有那种非活性，平常我们吃 D3的100倍以上结果吃那么高的 D3， 本来是应该给肾功能洗肾的人吃的，或者是副甲状腺病人吃的，结果可能给了一些不是这些病人吃的，那造成他们 D3的强度可能是100倍的，结果产生的副作用也是失智也是一大堆破坏所以过于不及啦，所以各位乡亲们过于不及就抽个血嘛，没有什么好争议的。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方医师的这个分享留言。好，那希望有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各位。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